在这个度假村里面，到处都是珊瑚礁岩，地上有非常多的珊瑚礁。小朋友适合来吗？我觉得还没学会走路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小朋友的安全，不然随时都有可能会头破血流。其实我自己搭过7、8次，看出来不温泉。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现在通马位置呢是在。我是头马，现在收看的是头马的马后手。我们在小滨岛港口的对面，手上的这一个叫做小滨汉堡。我们那边等船，待会我们要前进的是竹富岛。里面开始之前有往右边有引导，看看能不能够顺利买到票。因为现在还没买到票，有点紧张。刚刚去买票的时候没有找到人。好啦，希望我们一切都顺利。行きましょう。吃饱午餐后，我们回到了对面的码头，终于看见有人在卖票。这班航班是小滨岛，经由竹富岛，终点是石垣岛。港口小小的，除了休息的地方，也有贩卖纪念商品。建议大家出发前可以上八重山观光网站查询各种资料。准备上船了。小滨岛到竹富岛航程大概30分钟，很快就抵达了。现在我们已经抵达了竹富岛。这一班安龙的船总共有分上层跟下层。上层是没有空调的，只有电扇。下层的话是有冷气的船，还算是平稳。很快的我们就找到西诺亚的接驳车，就在前面，非常的容易简单。从竹富岛港口到新野度假村，开车只要10分钟。抵达度假村大厅后，服务人员开始1对1的详细解说相关事项。我们的竹富岛新野度假之旅也正式开始喽！会有一个迎宾红豆麻糬，还有一杯茶，非常好喝。待会我们就要去房间喽。竹富岛新野度假村最大的特色是每个房型都是独栋的小屋，风格仿照当地居民的家，非常有隐私且宁静的度假氛围。红瓦屋顶的木造房子，所有客房皆向南侧，设有大地落地窗和推拉门，即使不开冷气，享受自然风也非常的凉爽。庭院布满着珊瑚白沙，和一张餐桌可以自行运用。房间的进出门在侧边。入口处还贴心的设计挂雨伞的地方。进入室内后，抬头看到高挑的屋顶，西式木板开放空间，设有客厅、饭桌、日间沙发休息区。房间的地板是日式榻榻米，有标准单人床，白色的浴缸设在房间的中央，窗户打开可以感受露天泡汤的体验。这钥匙还蛮特别的，它是圆形的，好像有点困难，我来试试看。先转到一半，再压下去，再转回来，然后再转吧。有哦，拔不开。好，我失败了。你看有多难？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饭。用散步的方式到餐厅去。这一片好漂亮哦，看不太出来，这间虹夕诺亚已经有经营10年的历史，还保存得非常的完整。接下来的餐厅里有法国的厨师结合了酬神在地的日本料理，个人还蛮期待的。同时呢，我也点了4种酒类去做搭配。这料理总共会有8道菜，现在已经上到一半了，是喝汤，还以为这个是罗勒或者是抹茶，结果他说是芥末，还蛮特别的。第一次喝到瓦萨比，现在已经到了主菜这个大盘子。刚刚我远远的看，一直以为绿色是一层的果冻，结果没想到它就是一个盘子。这是我点的主菜牛肉，旁边还有一个类似像春卷。现在的时间到了8点钟，等于吃了2个小时。最后有放2个甜点，一个是柠檬豆腐，也吃不太出这个豆腐。最后花生加上香蕉的冰淇淋，吃到目前为止还蛮饱的，所以来那边吃晚餐还蛮值得的。那我赶快把它吃完，待会要回房间了。
现在我们是刚吃完晚饭，慢慢的走回房间。知道这里有多暗吗？就是现在你看到画面这么暗，这里实在太像迷宫，好多转弯。我们在那边走非常多圈了，希望我们可以找到家。经过一番折腾，我们终于回到了房间。这里晚上要好好的认一下路，否则真的会迷路耶。国家音吗？现在我们要准备吃早餐。火西诺亚的度假村里面有许多的接驳巴士，总共有分成3种。海滩的巴士，另外一种呢是到小村落的，还有一种是晚上的夜间巴士。夜间巴士呢要预约，记得要拿钥匙关门。这里路上有非常多小小的招牌，这招牌有3个图案，一个是羊，还有乌鸦跟鱼。稍微看了一下，我们住在羊的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件蠢事。昨天我们晚上不是迷路，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在度假村绕了一大圈，其实走另外一边，马上就可以回到餐厅里面。这边的早餐也有蛮多的形式，像点的呢是日式最经典的9宫格在地的食材，也有西式的面包、泰式的海鲜中品。你有想要吃豆腐粥也是有的，不管是面包或者是粥品都可以续加。同时呢，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饮料、咖啡、水，这些都可以无限的喝，还蛮推荐大家早上的时候可以过来这边看一看。餐厅的外面这边有非常多休息的地方，也有免费的茶水，然后还有胶囊咖啡机，应该是整天都可以供应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吧，不过酒的话是要付钱的。里面也有买火西诺亚自己出的周边商品，都可以在这边找得到。我们要去火西诺亚的海滩，会经过展望台，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巷子，要稍微找一下。哇，这边岛上好多蝴蝶哦，大概需要走个5分钟就可以到海边了。给大家看整个环境，这边全部都是海星沙，可能没有办法下水去玩。这边大部分都是以礁岩为主，有点可惜。下午的话是退潮，如果你要来这边看一看，我建议是早上来会比较好。现在我们走在建琴台的楼梯上面，一阶一阶的走，走的真的要小心，全部都是珊瑚碎石。哇，我们已经到了制高点上，可以看到整个火西诺亚。大家看一下这四周围，远远的看是椭圆形的火西诺亚的泳池，最高140公分，小朋友跟家人都还蛮适合。这个是温水泳池，所以可以直接下来，真的很舒服哎，还不错玩哦，很棒。如果你没有在餐厅点晚餐，也蛮多东西可以选择。像我现在选择的铁板牛肉，也有蛮多的配菜，然后会帮你送到房间来。这个火锅，一个是牛肉，一个是猪肉，还有琉球的野菜，还有豆腐，还有冷面。这个也有附白饭，因为是生日的关系，所以送了我们一个气泡酒。这样的话，也可以在房间里面用餐。我们在房间里面吃铁板牛的烟非常大，怎么办呢？这个门可以打开来，窗帘是遮光的，还有一个纱窗，也可以把它拉起来，这样呢就不怕有蚊虫了。我们也可以有新鲜的空气，你可以在房间吹冷气，想要享受外面夏天的微风也可以，把窗户都打开来，可以坐在这边也不错。虽然琉球是属于日本境内，距离日本的本岛还是非常的远，反而还比较接近台湾，尤其是我现在待的珠富岛，自己也有自己的文化，叫做琉球王国。既然都来到了琉球王国，首先我们看到所有家的外墙都是由石灰加珊瑚混合做成一块一块堆叠在一起，门牌也是特别的烧窑技术，多了一个小小的电铃，蛮可爱的。接着一进来，第2道石墙把入口分为左边跟右边，右边
在当地是给神明走的，所以我们要走左边。这一次我们住的房型是木造结构，门面是由6根木头的柱子所组成，后面跟左右2边都是黑色的漆，看起来非常的低调，但是里面是非常的豪华哦。我们再往上面看，红色的屋瓦，最上面有看到小小的动物，来到琉球一定不陌生，这是守护狮，有家里的守护狮、村庄的守护狮、宫廷的守护狮，中文叫做狮子。那日文一开始不太会发这个音，变成西喜，讲久了之后2个字作为区别，就变成了西撒。我们要准备离开了。这次我在主福岛总共是住了3天2夜，在星野集团，如果你有连续入住，费用上呢好像会打折。也在这么大的园区里面要体验岛上的行程，住3天2夜以上会比较充裕，可以在那边好好休息，而且也不要担心日文可能不好，所有的服务人员基本的英文都是可以沟通的。如果你有机会来到主福岛的话，把这一间还蛮有特色的星野度假村当做参考，住在这边整栋都是你的，很难得有机会可以来入住这样完整的琉球建筑物，这边非常的悠闲，可以度过美好的假期。好，我是头马。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了帮我订阅、按赞、分享。我们就下个城市见喽，拜拜。第2次把它转进去，先转。有了，我成功了，有点困难，要练习一下。遮光布、玻璃门、纱窗，这门也是黑色的，这里也会有台风嘛，跟台湾一样，需要防护一些玻璃。我们10点半要上shuttle bus，预约10点把行李拿去柜台，可是刚才等半天，现在已经快10点10分了，还没有等到的。反正走过去也蛮近，就决定自己把行李拿去柜台，可能这里的时间比较慢吧。